大家好啊，快2周都没更新了，实在是太忙了，再加上这2天又有点感冒发烧。今天是周末了，早上爬起来跟大家分享一件有趣的事儿。昨天呢是2月2号，周五，是这边的一个传统节日土拨鼠日。这一天呢会有一个还算比较盛大的活动，就是在滨州，大家会把土拨鼠菲利给请出来，预测一下今年到底是一个早春还是晚春。这土拨鼠被请出来之后呢，如果要是能看见自己的影子，那就说明寒冬还会再继续延续6周。如果要是看不到自己的影子了，那就说明寒冬即将结束，今年是个早春，很快就会暖和起来了。这个活动是从1887年的时候就开始了，每年2月2号的时候都会在滨州举行一次，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，也算是美国一个比较传统的节日了。特别是对我们这些园艺或者是种植爱好者来说，这个节日和这个预测还是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的。如果土拨鼠预测的是一个早春的话，那我们很多种植活动就可以提早开始了，因为天气暖和了，我们就可以早一点把土地给它整理出来。另外就是一些耐寒的蔬菜，我们也可以提早的播种，或者是提早在室内育苗，那么也可以比较早的移栽出来了。今年呢，我这边整个冬天它这种极寒的天气都不是太长，所以算是个暖冬吧。这一次土拨鼠的预测呢，和我的猜测也是差不多的。这次土拨鼠出来之后是没有看到自己的影子，也就是说，今年的春天马上就开始了，不会再有特别冷的时候了。我也是看了一下我这边最近的天气预报，夜晚的最低气温呢，在最近几天还会有零下的2到3度，但是后边就暖和起来了。差不多到春节的时候就已经有这种春暖花开的天气了。那个时候我再看看我那些树底下的水仙花会不会都钻出来了。我和丽丽这个时候已经开始在室内育苗了，像是那些耐寒的绿叶菜就可以早点培育起来了。我们培育了短周期的，像是生菜之类的，培育个4周移出去，很快就能吃上了。另外还有中长周期的吧，比如说是莴笋呀、油麦菜啊、大白菜，这些是算是中周期的，培育起来大概4周也可以移出去种植。还有长周期的，像是西兰花呀、白菜花这些，那还是要早点育苗，因为它们耐寒能力强，生长周期也长。如果后边天气太暖和的话，那就长得不太好了。现在育苗是正合适的。还有一些是直播种子，种起来比较容易，像是菠菜呀、雪里红啊、芥菜这类的，还有小葱。我们是打算在2月底的时候，或者是3月份的时候，给它散播到地里边去。我们的蚕豆种子这2天也给泡上了，等到催出小白芽之后，找个时机就赶紧给它埋到土里边了。后边天气暖和了，慢慢就可以长出来了。这样的话，能够早一点收获蚕豆。2、3月份的时候种这种耐寒蔬菜呢，如果有条件，最好还是拿无纺布给它保护一下。这样的话，不管是从发芽啊，还是后边生长速度和这个长的质量，都会要比不用无纺布盖住的好上不少的。像那些不耐寒、对气温比较敏感、生长周期又很长的蔬菜，比如说是西红柿呀、辣椒啊、柿子椒啊、茄子这些，可以稍微晚一点育苗，不用特别着急。我一般是在2、3月份的时候开始在室内提前育苗。我以前是有大棚的，所以一般我会在2月中下旬的时候就早早的开始育一些西红柿呀、茄子呀、辣椒啊之类的这些苗，这样在4月初的时候就可以移栽到棚里了，大概是不到6周吧。现在呢，我的棚都坏了，有一个被风吹倒了，另外一个塑料薄膜也是破旧的不行了。所以今年就不能那么早了，那些育苗工作呢，我就打算放在3月份再开始了，这样等后边天气真正暖和了，我再把它们移出来。看我现在的大棚，这一个是塑料薄膜被完全吹飞了，然后这边的墙都已经吹倒了，我还没时间给它收拾出来，里边也是乱糟糟的，所以当务之急还是要先把这些地给它整理出来。这边还有很多盖着无纺布的，这些里边是大蒜，然后那边还有一些耐寒的越冬的菠菜之类的，什么芥菜、雪里红也有。像这个种植池呢，这里边就是废弃了，这都是杂草，要抓紧时间给它收拾出来，这样的话后边就可以种蚕豆了。
还有这片去年种玉米的地方，这片玉米也要拿割草机给它跑一下，给它打碎，然后再跟土混合一下，翻一翻土了。这边的大棚呢，虽然是没有完全坏掉，但是上边的塑料薄膜已经裂开很大了，基本上起不到什么保暖的作用了，所以也不打算早早的移栽那些不耐寒的蔬菜进去了。而且去年里边也是乱糟糟的，没有收拾出来呢。这些之前铺了树叶子的地方，我也打算近期就把鸡窝里边的鸡粪土给它铲出来，跟这些树叶子稍微混合一下，然后能让它早早的分解一些。这菠菜好久都没看了，不知道怎么样。之前是被鸡给我咬了一次，看看长得还是不错的，基本上可以收割一些叶子了。像这些菜床已经被鸡给我挠过一遍了，所以后边收拾起来应该也会容易很多。这些后边也可以种一些菜。每天来到鸡窝这儿，就听见大鹅在嘎嘎嘎的叫，来召唤我，给它们打开门，让它们出来。这些鸡鸭鹅呢，几乎整个冬天我都是白天让它们在外边活动，晚上再给关回去。不过白天让它们在外边，时间长了也是不太好的。看我这些种韭菜的菜床，里边都被它们挠得不成样子了。还有这一个原本是盖着无纺布的，无纺布都被它们给破坏了。看看里边，现在土已经被挠得特别松了，韭菜根儿都快找不着了。不过韭菜的生长力还是挺旺盛的，应该是不会死掉。不过等到春天发芽的时候，那还是得保护起来，不能再让鸡给它抓坏了。这鸭鹅三兄妹又开始向远的地方跑去了。每次他们都不愿意和其他的鸡鸭待在一起，也算是挺有个性的。你像我这些保护起来的无花果呀，还有柿子树什么的，我觉得今年可能是用途不是很大了，因为今年冬天最冷也就是到-12度，而且这个时间也不是特别长，也就是1周吧，大概是不到2周。其实在七区呢就是这样，你要是不保护呢，它突然给你来一个冷冬，那好多不是特别耐寒、比较敏感的这些果树，那真的是有可能会被冻死，尤其像是无花果啊，还有某些柿子树，所以保护起来呢，还是图一个心安吧。今年是早春，天气会早早的暖和起来，除了刚才说的要提早把土地给准备好，那还有好多其他的活，像是这些去年秋天的时候没收的枯掉的秋葵的枝呀，还有远处的那些西红柿、茄子、辣椒的枝，那都要提前的给它收起来，可能烧一烧，烧点草木灰吧，然后再把地给整理出来，还是挺多事儿的。还有这一片我是打算种果树的，这已经荒废了有2年了吧，得给它整理出来，把这些杂草给收掉，然后把地整理出来，就准备种果树了。这边的无花果树，我看露在外边的这些芽子是没有被冻死的，我估计后边大概率是没问题了，应该能继续生长了。这棵稍微大一点的无花果也是，我看顶上的芽子呢也都是没被冻死的，还活着。这一片的玉米地也是下一步需要整理出来的了。还有这些种覆盖作物的地方，我是准备种一排果树的。然后刚才提到了，另外杂草横生的这一边也要种一排果树。今年大概是要种上得有20棵果树了吧。我是打算去 Home Depot 的租一个机器了，挖坑肯定是挖不动了，这也没那么多的力气，然后手也是受伤了，租个机器看看效率应该会高一点。这些无纺布盖住的菜已经足够我们整个春天吃了，后边还会有青蒜苗长出来。另外新种下的那些菜的话，那后边也会接上了。所以呢，我们不打算种那么多的菜了，没有什么作用，就打算多种点果树了。这一片的覆盖作物，看着冬豌豆的豌豆尖也还是挺嫩的。过了整个冬天，现在正是发力生长的时候。还有这一片，这边看这些萝卜之类的也都没有被冻死，这些后边春天长长，这些小萝卜会长大的，也是可以吃的。还有像这种羽衣甘蓝，它后边新长出的叶子也都是特别嫩的，如果想吃的话也可以摘过来，这种做馅儿吃。
还是相当不错的。不过说实话呢，我们种这一大片的覆盖作物也不是为了吃的，主要就是在整个冬天给土地覆盖上，保护这片土地，增加它的养分还有有机质。另外就是抑制杂草的生长。今天的天气啊也还是相当不错的，这会儿大概有7、8度吧。其实已经不用穿特别厚的衣服了，但是因为我是有点感冒发烧，所以还是要穿的比较暖和。不过刚刚出来走一会儿，跟大家聊了一会儿，透透气呢，觉得这头脑好像清醒不少了。看来是多在户外活动还是能够增加这个免疫力，能让这个身体更好一些的。看看我身后的这一大片的绿色，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和我一样，每次在这种绿色包围的氛围里边待上一阵子之后呢，心情还有身体状况就会好很多。这可能也是给我们这些喜欢种植、喜欢田园生活的人的一个福利吧。土拨鼠已经预测早春马上开始了，不知道大家做好准备没有？没有做好准备的，也可以提早的开始准备上了。新的一季的种植季马上就要开始了。今天就先跟大家聊这么多吧。后边天气暖和了，那我们关于种植啊、剪枝呀，还有种果树的各种话题，可能慢慢的就会多起来了。希望大家感兴趣的话，关注我吧。你们老是追着我干嘛呀？是不是又饿了呀？又没吃的了。看看这些鸡鸭鹅呀，都是围着我，围了我一圈儿。走吧，给你们弄吃的去了。哦。